美俄就乌克兰问题展开激烈博弈，这本来跟日本没多大关系，但外界注意到，美国并不打算让日本置身度外，似乎有意将日本推入乌克兰危机的漩涡当中。日本方面日前决定，在俄乌紧张局势下，为避免欧洲天然气供应遭俄罗斯截断，应美国要求将支援欧洲部分液化天然气。而针对俄日领土争端，美国也大做文章，公然喊话支持日本。夹带私货扯上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强行拉日本入局究竟有何意图？日本方面又有着怎样的算计呢？来看报道。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周三，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在与美国驻日大使以及欧盟驻日大使举行会谈后，对媒体宣布，在确保日本国内用量足够的情况下，调度部分液化天然气给欧洲。他还透露，日本公司已将多艘运往日本的天然气运输船转发给欧洲，下个月还会有更多的天然气货船发往欧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也确认了日本向欧洲分拨天然气一事。实际上，俄乌局势持续紧绷，一些欧洲媒体在报道中就担忧，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减少给欧洲提供的天然气供应进行反制，而欧洲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发电及取暖所需的高达40%都来自俄罗斯。外界注意到，从去年夏天开始，由于储备不足、供应下降等原因，欧洲一直面临天然气短缺的问题，使得欧洲去年底天然气价格创下纪录，许多国家电价也随之上涨，引发民众抗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本身的液化天然气也不富裕。有报道提及，日本能支援欧洲的液化天然气有限，因为日本的电力有超过76%为火力发电，其中又有近40%仰赖液化天然气。同时，日本今冬寒冷，是10年来电力最吃紧的一年。NHK 则称，这是美国政府为确保欧洲的能源而请托日本政府罕见的因应措施。面临着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请求，日本其实理论上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如果岸田文雄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请求，那么肯定会引起日本国内亲美势力，特别是政界亲美势力的不满，进而导致这个岸田政府的运营情况不会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或者乌克兰危机没有像当前这么严峻的话，那么日本即使将自身全部的天然气送给欧洲，也不会博得欧洲的好感。但是因为现在的情况比较危急，能够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进而其实也有助于强化日本与欧洲的关系。本周二、周三，日本国会众议院、参议院接连通过所谓不允许凭借武力改变现状议案。决议案指出，乌克兰国界附近的情势因外国势力的动向变得不安定，对持续紧张的情况感到深切忧虑。无论任何国家，绝对都不允许凭借武力改变现状。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日本国会通过这一涉乌议案前，本周一，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声称在北方领土日之际，我有想要传达明确的信息：美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支持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曼纽尔发布的这段时长1分38秒的视频中，大篇幅指责俄罗斯在日俄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做法并不是个例，并提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10万士兵等美国渲染乌克兰局势时的惯用说辞，大谈俄罗斯威胁。整段视频超过一半的时间，伊曼纽尔都在针对乌克兰局势指责俄罗斯。分析指，此举明显有引诱日本在对俄问题上同美国保持一致步调的意味。针对日本在美国施压下的蠢蠢欲动，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米哈伊尔·加卢金就警告说，日本跟随美国实施制裁的相关行动，在改善俄日两国关系的对话上将会适得其反。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表示，如果日本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继续纠结，只会让美国坐收渔翁之利。那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乌克兰问题其实与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日俄的这个领土争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涉及的是，二战结束后，各国是否尊重和遵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成果。日本更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参与乌克兰问题来唤起国际社会对于自身北方四岛问题的一个关注
同情以及支持。上月末，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视频会晤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完全支持美国就俄军侵略乌克兰采取行动。日本还要和美国一起行动，对俄军侵略乌克兰予以所谓的有力回击。这一浓浓火药味的表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被认为释放出一旦俄乌爆发战争，日本将出兵乌克兰的信号。众所周知，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的武装力量并非正规的国防军，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出兵到国外参与军事行动。而今，国际社会要对日本出兵乌克兰予以极高的警惕，坚决遏制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对外扩张的野心。我个人认为，其实最终出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从战后至今，日本历届政府其实一直在寻求与俄罗斯解决领土以及和平条约的签署问题。那么，如果日本这一次真的派兵前往乌克兰前线与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和平条约的缔结问题将永远不会实现。这个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俄乌边境局势持续升级，俄罗斯在黑海、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吗？除了俄罗斯正在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外，北约乌克兰也没有闲着。如果我们将战争视为政治意志的较量的话，现在各方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何尝不是一种软性的战争呢？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混合战争其实一直都在继续。现在这种规模和烈度的军事演习其实是战争逻辑的升级。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认为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纵观战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战争并非是经过理性计算之后的选择，而是在恐惧、荣誉的情感压力之下别无选择的结果。从各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来看，除了演练和表演之外，也是在模拟实战，只不过各方只是跟自己的假想敌交手而已。而各方的假想敌呢，又如此的接近和真实，我们就不能将这些演习当作普通的军事演习了。俄罗斯的军事演习的规模就不用说了，东兵西调，海陆并进。一是俄罗斯海军的精锐力量在黑海进行演习，而美国等北约国家的航母舰队就在地中海进行演习。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接受北约的指挥。二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接近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进行的演习。西方媒体就认为说，这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俄白之间的军事一体化的水平在不断的加强和强化，同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为战争做出了充分的准备。美国近期加强了在北约东翼的部署，向波兰、罗马尼亚部署新的部队。北约国家持续的武装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在近期也进行了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演练。由此可见，各方进行的军事演习也是对未来可能的战争情景的模拟，都是在展现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没有任何一方表示要退缩。为了应对俄乌危机，日本向欧洲提供天然气援助，那么您对此又如何看呢？这个消息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日本呢，并非是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而是全球主要的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日本电力的30%左右是靠天然气。这个冬天呢，全球的能源价格不断的上涨，日本为什么还要把天然气转播给欧洲呢？原因就在于美国没有办法满足欧洲的天然气需求。美国30%左右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呢，到了欧洲，还在中东帮助欧洲找液化天然气的来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无非就是想让欧洲国家相信，即便是俄罗斯切断了天然气的管道，美国可以保证欧洲的天然气供给。这里面有2个意思，一个呢就是美国制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抢占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其实在此之前，特朗普就反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主要是为了给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寻找市场。现在拜登政府正好顺理成章地把比较贵的液化天然气打入欧洲的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抵消俄罗斯天然气管道政治。
坚定欧洲国家跟随美国的决心和信心。日本内阁经济大臣就表示说，日本公司将很多运往日本的天然气运输船转发到欧洲，当然前提呢是保证日本自身需求。日本通过这种方式也算是参与到七国集团的集体行动了。日本呢并非俄乌危机的当事方，但是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日本也不甘落后，通过转播天然气运输船这一行动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其实日本也没有什么任何损失，现在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如果有储备的话，暂时不买也没有关系，做个顺水人情卖给欧洲人。但是呢，这一举动暴露了一个问题，美国没有足够的天然气给欧洲，地主家的余粮也是有限的，能源价格上涨，美国也没有能够免俗。另外，俄罗斯最大的战略优势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就是能源，尤其是天然气。欧洲国家当然明白，民众需要天然气取暖做饭，没有能源，什么理念都是空话。在天然气危机之下，欧洲国家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大增，俄罗斯超大规模的国土空间，石油、天然气、煤炭能源丰富，还有巨大的原材料的优势。一旦欧洲和美国共同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欧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从哪里来呢？难道让日本这个原材料的进口国来救急？美国及其西方阵营的优势呢，就是对世界市场的操控，以极限制裁将俄罗斯从世界市场中踢出去，这肯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俄乌边境的战争危机既是地缘政治的较量，同时呢，也是经济能力和韧性的较量。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